就是不能放过他。你冷静一点，我们有些不要期望死。你手持血骨令，还想要扶持文熙太子。他若是有一天知道健康，我哥哥还能有活路吗？告诉我，文熙太子他真正藏在何处？我不可能告诉你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带着这个秘密，消失在这世界上吧。哥哥，乐君，别怕。哥哥，不是。刘希先生，这到底是在做什么？什么不是？无一。你画的我，这又是哪一次？演武场吗？摸骨人说了，你和逍遥不是亲兄弟。这么笃定，万一说错了呢？你既然坐在这里，那就证明我没有说错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身份的？凌风浦。这么早？一开始，我不在乎文熙太子是谁，我只在乎究竟是谁害了我阿母。我知道我阿母跟你说过，她用缺骨令换我自由身。她出事之前那晚，我看到你们起了争执。这缺骨令，她不会交给除了文熙太子之外的任何人。她既然答应过你，又怎会出尔反尔？所以一开始，你才会怀疑是我对郡主出手，为了夺缺骨令。除了你，乐君也有理由。那日，我听见郡主在跟人争吵，她说她知道文熙太子的下落，她要将缺骨令交给文熙太子。我在马车上，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的，可他知道你的身世，还坚持要辅佐文熙太子上位。他如果听见我阿母想要扶持文熙太子上位，那就会对阿茂的地位产生威胁，所以他也有理由夺令。一旦文熙太子带着缺骨令回到健康，哥哥你将如何自处？为了这东宫之位，你连夭夭都放弃了，我不能留下这个隐患。缺了郡主的这块缺骨令，就算文熙太子来了，也算破了阵言。和他争执的人是谁？我没看清楚，但我猜是萧无疑。萧无疑他很想要缺骨令，缺郡那枚就一直握在他手上。哥哥，依妹妹看，在萧无疑心中，你就是他推行北府改制，留在中书的一枚棋子。他现在既然敢对夭夭动情，那对哥哥你又还留有几分情谊呢？万不可再信萧无疑。能控制马匹发狂的道骨，只有你有，所以一开始我对你的怀疑更大。他又是什么时候变了呢？大婚那日，死的是我孪生兄长，我兄弟二人都是郡主供养的安慰。直到大婚之前，我二人的存在，就连太傅都不知晓。你不是死了吗？阿母去凌风铺之前，令他外出办差，但等他回来的时候，阿母已经出事了。那日入城，我留下来，就是为了告诉李茂，我已经找到证人。乐君如今重伤未醒，他若是醒来后，你让他帮我仔细想一想，还有没有什么人证线索。我让人去找了马夫的家人，希望能有什么新线索。随后，女郎令我立刻控制住马夫的家人，送来健康，
就是要看看有没有人会趁机动手。果然，希望的人来了。所以你早就开始怀疑李乐君？愿者上钩，我只是给所有人都下了钩。引蛇出洞，同样也是打草惊蛇。李茂和李乐君必然察觉了你的怀疑，也很快会发现马夫的家人其实什么都不知道，且并非人证。他们知道又如何？好，那聊聊我吧。我到底是什么时候露出了马脚？崔俊结识我阿母的时候，文熙太子早死了。他没有死。崔俊被人劫走了，劫走他的人还在墙上落款说，奉的是文熙太子之命。不可能！过分笃定，确实不妥。怀疑一旦产生，就无法停止。喜悦楼一直在说雀骨令和文熙太子的话本子。这文熙太子要真活着，该多大年纪啊？24年前，那就是24岁了。老王妃对你矛盾的态度，无一也是我的儿子。那您为何不肯看看萧无一？萧无一绝对不会杀害郡主的。还有我阿母在崔家时，对你无端的信任。契约无一，与子同袍，他的确给自己取了个很好的名字。还有，他对文熙太子的评价。阿母说文熙太子是一个将天下看得比自身重的人，他为了这天下不惜己身，能担得起这句话的人，全天下没有几个。而这样的疯子，我恰好认识一个。谢佳瑜，原来你对我的评价这么高啊！萧无一，你该以真面目示人了。是，我的确是文熙太子。时辰到，启灵衰瓦。慢着！阿父，我还在，怎么能让堂兄来摔盆，再让外人来扶灵？乐君与我阿母一同摔下悬崖，竟好得如此之快，可见福泽深厚啊！瑶瑶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拉住郡主。当日我动作若是快些就好了。瑶瑶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这都过了头七了，这几日也不见你跪灵。是我不让他来的，我上次应该说得很清楚，不许你踏进谢府半步。诸位或许有所不知，我阿母已与阿父和离。按照我阿母的意愿，定是不愿入谢氏祖坟。故而今日，我来带她走。放肆！佳玉丫头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你阿发母怎么可能和离？我手中有2封信，这一封是我阿母离开健康时写给我的。她说她已经和阿父和离，想要出去散散心，游历这天下。第2封是阿母在灵风铺时写给阿父的。这些是郡主的遗物，只可惜还没来得及寄出，就已经出事了。阿父，你要看看吗？我不必看。我和你阿母的婚事，乃皇家赐婚，所以若无宗正稽核、内廷允准，你的和离书根本就毫无功用啊！趁今日谢氏族人都在，我就再说一遍，
谢家瑜并非我与云昭亲生。咱们不知道，他只是云昭捡回来的孤儿罢了，被云昭当猫儿狗儿养了10几年而已。所以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做我谢氏和云昭的主？别再耽误时辰了。晋安王府是养了一群土匪吗？跑到我谢氏的灵堂上来抢光果，这还有王法吗？太傅，今日谢家瑜的话，便如军令，还望太傅听家瑜把话说完。崔俊南北进暗探，阿母被其控制后，本有机会逃脱，但他听崔俊提起了安禄之案，为了从崔俊口中探出安禄之案的真相，阿母不惜与他周旋，差点脱不了身。阿母知道安禄之案难你此生心结，不解开难释怀，所以他宁愿以身冒险，也想为你求一个真相。阿母曾经以为你的执念都是错的，后来才知道他也错了。现在真相就在我手里。瑶瑶，别！太傅，我说了，今日请听谢家瑜把话说完。阿福，我阿母是被人害死的，您敢让我去查，到底是谁害了我阿母吗？谢家瑜，你还真有脸说这话。明明是马匹受惊，你阿母才意外坠马，但要不是你跟他换马车，出意外的本该就是你，还有什么好查的呢？好，我明白了。阿福不想查，我自己查，还我阿母一个公道。我再问阿福，若我要以安禄之案还我阿母，阿福还还是不还？不，你这……阿福，还还是不还？不，别！若安禄之案有真相可言，那就是国事啊！你岂能凭一己之私毁家国大事呢？是吗？那阿福，当日连环弩之案，你难道没有为一己之私毁家国大事？不可妄言，你阿父和连环弩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不是妄言？阿福心里最清楚。我是不是真的想鱼死网破？阿福心里也清楚。阿母同我讲了你们过去的故事。既然您心中另有所爱，既然连开始都是错的，那您为什么不肯放阿母一个自由？从上京到健康，困于国王，困于朝廷之人太多。阿母已经去了，我只想为他还一个身后自在。我对云昭之爱，岂是你，岂是任何人能懂？当年是他自己选择了错误的开始，既然错，那就只能错到底。那是他欠我的。哎，我换。阿母说的没错，任何事情都抵不过安禄之案在阿父心中的分量。
今日谢氏族人都在，那就请诸位做个见证。我阿母早已写下和离书，阿父今日也同意了。从此，云昭郡主与谢氏再无瓜葛，一别两宽。就算你今日带走云昭，吾陛下太后解除赐婚，她离复华，永远都是我的妻子，她的魂魄永远都离不开谢氏祠堂。这就不劳阿父操心了。阿父，这也是我最后还您一声阿父。往事如尘，皆过客。落子无悔，求余得。岁月轮廓已斑驳，半是选择，半蹉跎。若宿命的过，何来对与错？世人皆不过为执念而活，爱恨难断，如风沙一波，论尽是非终究不可说，此生在世间皆为因果。往事轻默，不必再执着，心为枷锁，无念变挣脱，又何须戳破梦外因果？我告诉你，李茂的身世，我是为了提醒你局势，不是为了让你杀我的妻子。真正认不清局势的人是你，文熙太子根本没有死，他们手中哪有绝骨令？说什么？若是让郡主活着回来，我哥哥根本不可能有活路。我能这么做？所有可能危害到他的人，我都不会放过。太傅，哥哥，走吧。瑶瑶，参见平宁县主。瑶瑶，你当真要与我生分了吗？郡主她除了认罪的话，我不想再从你口中听见关于我阿母的任何事情。你我也算好友一场，何必再虚与委蛇？瑶瑶，你长大了。是你们都要我长大。你真觉得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吗？那日，我与郡主一同摔下了山，若非有一棵树挂住了我，我也活不了。还是萧世子的手下救了我。我的手刚刚痊愈，说我要害郡主。
未免有些荒唐。既然如此，那你让阿大把马夫的家人从我手中抢走做什么？你怕他们真的看见了什么吗？但他们什么都没看见。乐娟，我真的一点都不希望是你，因为那样我会对友情很失望的。泱泱，没想到你今日会入宫。阿梦，你明知我利用你试探李乐君，她是你妹妹，我且你也是事后才知。我明白你为难，我不怪你，但请你也不要再为难我。